假如诚意这三部剧撞当同一个奖，分票到底是危机还是凡尔赛？我先问个事儿，假如诚意这三部剧《富山海》《天地剑心》《长安24季》，他们不是分开播、分开拿提名的，而是被人一股脑全塞进同一个奖、同一个最佳男主角的类别里，让他们自己跟自己抢那一座奖杯，你猜会发生什么？会发生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，他可能会输给他自己。我跟你讲，这个角度我是最近才想到的，越想越觉得有意思。今天这期咱们不读新闻啊，新闻就一句话，6月5号，第6届新时代国际电视节颁采罗奖入围名单出来了，诚意三部剧《富山海》《天地剑心》《长安24季》全进了，他是这一届入围作品数量最多的演员。完了，这条新闻你3秒就看完了，但你品，你细品，这事儿底下藏着一个全网基本没人聊的东西，叫选票分散。我今天就想把这个掰开揉碎了讲。事情是这样的，那么问题来了，三部剧到底是个什么概念？你别急，我先把这3部摆出来，因为这是整个分析的地基。富山海，新概念武侠，诚意在里头一人分饰好几个角，萧秋水、李晨舟，从一个现代青年蜕变成江湖侠客，打戏文戏都得扛。天地剑心，玄幻仙侠，演那个道盟第一兵人王权富贵，从一身冰冷到为道觉醒，极致的美强惨，里头有一段蒙眼打戏，融了点动漫元素进去，行云流水那种。第3部长安24季，硬核权谋，演谢怀安，一个手无缚鸡之力，零武力，纯靠脑子复仇的国士。你发现没有？武侠、玄幻、权谋，一个会打的，一个又惨又强的，一个一拳都不会，但脑子是核武器的。这是3条完全不同的赛道，3种完全不同的男主。这事儿明摆着，这不是演了3部戏，这是在3个完全不搭界的领域里各干成了一票。说白了，这是高手开局，满级号那种从容。1年3部，而且我没记错的话，这3部全网累计有效播放都破了10亿，对，1年3部破10亿。这个数据你放整个行业里看，都是断层的。行，地基铺完了。现在回到我开头那个分票的问题。我先说清楚啊，下面这一段，我要先把另外一种声音整理出来，这不是我的观点，你听我说完整再判断。网上，包括一些媒体那边，有这么几种声音。一种是说，3部剧一起入围，会不会内部分票啊？自己跟自己抢，最后谁都拿不到。还有一种声音是说他去年有2部剧后期人气有点告急，还有说原著被魔改的讨论。好，这些声音我摆出来了。现在我用人话跟你说说我怎么看。先说分票。分票这个担忧，它成立的前提是这个奖只有一个类别，3部剧必须挤在同一个独木桥上。但据我了解啊，颁采罗奖往届应该是设了挺多奖项类别的，具体到这一届怎么分，3部剧是不是真的得在同一个类别里硬碰硬，这个咱们还得以官方公布的为准。但如果3部剧3个角色本来就可能落在不同的评选维度里，那自己打自己这个事儿压根就不一定发生。而且这才是关键，你回头想想，一个演员需要担心的问题居然是我作品太多会不会分票，这是个什么问题？这是凡尔赛啊朋友们。绝大多数演员一年到头愁的是我有没有一部能拿得出手的，他愁的是我3部里哪部最能打。这俩根本不是一个段位的烦恼。那魔改人气告急那些讨论呢？说白了，改编魔改不魔改，宣发节奏好不好，那是制作方和平台的事儿，是项目本身的问题。在那个框架下，任何演员能做的就是把自己那部分演到极致，而播放量已经替他说话了。懂行的都知道，这种事不是一个演员能左右的。哦对，我得纠正一下自己，我刚才差点把2件事说混了，分票是奖项规则的事，魔改争议是作品改编的事，这俩不是一回事，我得拆开说，不然你听着乱。好，拆清楚了。说回正题，聊完这些杂音，咱们进到我觉得今天最值得说的部分，技术门槛。我太激动了说这个。
你听我说啊，很多人夸演员就一句演技好，但好是个特别懒的词。我想给你拆细一点，这3个题材他要的根本不是同一种好。武侠要什么？要武打，要那股子气概，身上得有江湖气，打戏的节奏感得对，不然花架子一眼就被看穿。玄幻仙侠要什么？要造型撑得住，更要那种悲剧性的内心。美强惨这种角色，你光美没用，你得让观众心疼，得演出神功盖世，但我好惨那个反差。那段蒙眼打戏为什么被夸？因为他在看不见的设定里，还得把动作的美感和人物的状态同时给出来，这个对身体控制的要求是另一个 level。 权谋呢？权谋最难，我个人觉得，因为权谋是零外放的。谢怀安这个角色不会打，他所有的杀伤力全在脑子里，在眼神里，在那些没说出口的潜台词里。这种戏你没法靠动作，没法靠哭嚎去糊弄，你得用眼神戏，用气口，用那种我笑着但我在算计你的层次感去演。这是文戏的硬功夫。你把这3套要求摆一块看，一个要会打，一个要悲情造型加内心，一个要纯内核的隐忍。这是3套完全不同的肌肉记忆。换个赛道，对演员来说基本等于从头练一遍。所以他这3部能同时被一个有高希希、侯勇、孙维民这种阵容的评审会盖章，这说明的不是运气好，是这3套功夫他都下到了。这道菜越品越有味。说起这个，我突然想到，之前有说法是他为准备角色能提前好几个月体验生活，连镜头前指尖的颤抖都是设计过的。这个说法的硬信源我不是100%拿到了，凭印象说啊，你别太当真。但就算打个折扣，你从成片里也能看出来，这不是混日子的态度。行，接着说最后一个点，也是我自己最想琢磨的，他对奖的态度。程毅这个人有个挺鲜明的特点，就是低调，不太炒话题，不太刷热度，业内有种说法叫他走神隐路线。那问题就来了，这次3剧入围，到底是无心插柳，还是说他背后的工作室在悄悄换打法，开始有意识的纳奖了？这个我得说明，接下来是我个人的推测，没有第一手资料，信源不够硬，你们就当一个讨论的角度听。我倾向于认为，这更像是水到渠成，而不是刻意运作。逻辑是这样，如果你是冲着奖去精算的，你不会让3部题材这么散，这么互相不搭的作品挤在同一年，你会算好节奏。反过来，正因为它是埋头一步一步拍，不算计这些，才会出现1年3部碰巧全进这种局面。这恰恰说明作品本身的质量厚到了一个程度，讲自己找上门。说白了，作品就是演员的护城河。这种闷头拍戏，让数据和角色说话的坚持，在流量见顶的当下，其实是长期价值股的打法。慢牛行情，走得稳，懂它的人会懂。那么，这套分票对冲神隐的逻辑，到底能不能被验证呢？第6届班彩罗奖的颁奖典礼定档2026年6月16号，澳门。到那天，结果一出，我们今天聊的这一整套推演，分票到底分没分，3赛道对冲到底对没对，就全有答案了。但这里头还有另一面，一个我今天故意没展开的细节，就是入围数量最多这个头衔，它对一个演员来说，到底是加分还是会反噬？这个有点意思，我留到下期专门聊。下期我们就掰扯那个一直没什么人提的领跑者的隐形成本。今天就到这儿，咱们颁奖那天见。